9994、9996、9998、10000。现在是2017年2月21号。从我被关进来，我的心脏已经跳动了10000下。按每分钟80次的心率计算，已经过了2小时05分钟。人员的不懈努力，日前213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1年前，我被当作杀害吴征一家5口的嫌疑人通缉。哥，你想想办法，我真的没杀人。我的孪生兄弟关宏峰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我。因为我哥患有黑暗恐惧症，所以我开始扮演关宏峰，和我哥日夜交替，出入支队，希望尽快查明真相，洗脱冤屈。我们协助公安破案的同时，也追查到了灭门案的线索，一个警方内部败类叶方舟。就在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候，市局突然带走了关宏峰。现在是2017年2月21日15时10分。市局为什么要抓关宏峰？这2个小时，我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唯一剩下的，就是我们换身份的秘密暴露了。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天马上就黑了。我们现在交接吧。出什么事了？这个戏还得演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被询问人，来，请说一下你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他们不知道我是关宏宇吗？关宏峰，1977年11月20日出生。你在长风刑侦查案期间，都隐瞒了什么事儿？隐瞒的事，说的不就是冒充我哥吗？看来这市局我是出不去了。陆局，陆局，我们有话直说吧。找你来是因为一个人，他是我们系统的专案行动人员，去年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案子就在你们长风，有印象吧？吴征，我猜的没错，我们暴露了。去年你们支队配合市局的刑侦总队，破获的那起孟仲谋、金山集团走私军火的特大要案。金山集团不是吴征啊！你还冒险潜入了金山集团内部，那你还记得长风情之为什么会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吗？林家印，我知道他是不可能辩解的。因为林家印，没错，你的徒弟林佳音。那次行动之后，在现场发现了一具严重烧毁的女尸，也就是牺牲的林佳音。我看了勘验笔录，林佳音牺牲的时候你也在场。笔录里详细记录了你陈述事件的全过程。林佳英真的死了吗？当然。你说的没错，他是牺牲了。
但不是在那次行动中，而是在昨天他赶往市局的路上。关洪峰，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跟我解释清楚。没错，没错，啊，今天会有人接手你的工作，你就放心的休养吧。老关那边一有什么消息，我立马通知你。放心吧，杨楠。哎，哎，小周，你们俩怎么还把常服穿上？我们去市局开会，刚回来。啊，一会儿来个副主任法医师，问问他那3个尸检申请怎么样了。周队，别瞎喊，我还没复职呢。现在队里所有的事儿都听师局的。行，周哥，关老师那边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总队的人为什么要把他铐走呢？我们刚去市局那儿打听了一下，但什么都没问出来。你们瞎打听什么呢？你耳朵是不好使吗？我再说一遍，所有的事儿都听师局的。你要是问3问4的，难道你不知道市局办公室的门冲哪儿开吗？你说你跟林佳音共同谋划，制造出一个假死的骗局，目的是在身份可以得到保密的情况下，暗中追查叶方舟的犯罪团伙及其背后的势力。是。那好，我来问你，除了你跟林佳音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没谁知道了，要不然怎么谈得上是保密呢？从一般的逻辑上来讲，你这话听着倒也合理。可问题在于，如果只有你们俩知道，现在林佳音已经不在了，谁来验证你的话呢？进来。师局，你找我？周全，我在这儿现在就是临时代理一下，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市局对你的正式任命就会下来，所以今后咱们就不绕了，工作上的事儿就是我对你。啊，这任命我还没下来，我现在这不合适吧？别来这套了。就你长风支队现在这个烂摊子，想把我套这儿，想都不要想，我市局还有好多事儿呢。您这一提市局，我想问一声，老关是什么情况就给带走了？不知道。不该问的事儿不问，不该说的事儿也不说，这是工作纪律，你不懂啊？懂。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来看看，你们长风最近这个乌龙事件是怎么回事啊？乌龙？
不是，那按你们俩的意思，就是现在躺在那儿的71号尸体，就是69号消失的那具尸体。好像是这么回事。那会不会是医院那天专柜的时候搞错了吧？不可能，71号是昨天我跟小王哥一块儿出的现场，在10号线地铁方桥站从东往西隧道里发现的。这个69号是常规尸检程序，暂放在停尸柜里。那69号来做尸检了吗？还没来得及，因为那会儿队里特别乱，亚楠姐不在。那就说不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对吗？周队哦，周哥，这摆明是少了一具尸体，好不好啊？不管是不是同一个人，现在69号柜是空的，我们总应该弄明白这人去哪儿了吧？对，没错，人呢？人呢？啊，难不成真能诈尸吗？这儿有可能啊。你说什么？还有那种送到了火葬场，发现人还活着的呢。不过假死的可能性吧，倒是不大。记录上显示，当时120送来尸体的时候，对死者死亡时间的初步判断是在当时的6小时之内。我们假设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死了，那么人体在生物机能停止运作的情形下，体温的丧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在尸体放置于冷藏柜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冷藏柜的内部和尸体温度之间的温度差，会导致细胞当中一部分的细胞液渗出至体表，从而在停尸台上形成水渍或水渍压痕。就这种。但是，如果人没有死呢？天哪，真诈尸了！行，别卖关子了啊，赶紧说怎么回事。我们假设这个人他如果没有死的话，那么冷藏柜里的低温环境会促使他的生命系统加速的运转。在周围温度发生急剧下降的初期，我们进化而来的生存系统呢，会促使血液循环加快，以维持体温。直白点来说，就是这个人刚送来的时候，他只是死机了，我们把他放到了冷藏柜里，系统重启，刚好这个门又可以从里边打开，他就跑了出来。走，干嘛去？查监控。哦，你就是新来的法医。对啊，我的。您接着往下看啊。哎，拿件衣服穿上，大摇大摆地走了。但是2天之后他又死了，又被送来了。尸体被送进了71号停尸柜。您能相信吗？这事？你们长风啊，最近净出这种奇葩事儿。就是，就是什么呀？还不赶快去查？查，这就去查啊！哎呀，石局，你还拄着干嘛？老关那事儿，跟你说了吧。哎，昨天晚上，在总队附近出了一起车祸，一个女民警被撞身亡。肇事车辆是一辆奥迪，逃逸了。后来经过现场勘查，可以确认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而被撞身亡的女民警，就是前一段时间被关文峰确定已经牺牲的林佳音。林佳音？也就是说，林佳音牺牲了2次。啊，明白了。老关是因为这个事儿给带走的。现在呢，关文峰自己跟组织上坦白，说是他跟林佳音
是一起做了个局，目的是想把叶方舟犯罪团伙后边的黑手牵出来。但是现在林佳音真的牺牲了，是死无对证啊。对，他百口难辩呢。如果没有人给他证明，他得在里边待上一段。是，对。当然，我今天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我想说的是，那边出来一个牺牲了2次的民警，你这边又有一个死过2次的尸体。这2档子事儿或多或少跟你们支队都是有联系的。这情况你要不查清楚，那你们可真的就可以上教科书了。是。周巡啊，我在这儿是临时顶坑的，就这段时间，能不能让我在这儿待得舒服点儿啊？哎，抓紧时间把案子给我破了。没问题，书记，破案子没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呢，你也了解，你说这队里边乱哄哄的，还没恢复正常。这么短的时间要把案子破了，那我可能需要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不光是对内的，对外的我也得需要。内部资源你随便调，外边的我管不着，自己想办法。那我要在这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阻力和麻烦呢？我给你兜着。你要干事吗？但有一点啊，你给我记着，不能给我添堵。放心。再见。陆局，笔录给我。小关的说法得到了第3人的印证，这事儿是他和林佳音，还有长风行知的周巡共同策划的。把他手铐解开。周巡，你小子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他妈这么干啊！我不管你跟关洪峰是不是合计过，就这个事儿，你们什么时候跟我报告过？你现在这么说，陆局一个电话打过来，你不是逼着我撒谎吗？你别，师姐，您别着急啊，我这真没撒谎啊！我和老关这个充其量也就是瞒报嘛。再说了，这事儿我之前真跟你打电话汇报过，您可能事儿都忘了，对。混账东西！林佳音的假死，你们哥俩真是把我们所有人都蒙了一道。他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之前我和我哥去长春呢，找到2名能够让我们继续追查叶方舟的重要证人。后来刘长勇一死，我哥意识到叶方舟一伙正在疯狂地扑杀涉案的侦查人员和证人，就赶紧让林佳音去长春把2个证人给接回来。佳音，你准备飞长春吧，务必要保证乔森的安全。他可是咱们手上最有价值的证人。现在林佳音真的牺牲了，估计那2个证人也是凶多吉少。佳音的案子归总队，我手上是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干着急也没用。而且现在队里也出了事儿了，市局要求赶紧破案。没你，我可真玩不转。你说的是没我呀，还是没他呀？啊？看你这话说的，你觉着呢？你赶紧去和你哥见面，我也就能给你们10分钟的交接时间，你们哥俩好好的。
你不会真的觉着你哥一门心思想陷害你吧？你冒这么大险把你哥换出来，那你还不信他吗？我哥因为几年前办案中遭遇的伤害，患有严重的应激障碍，他无法身处弱光或黑暗环境，否则就会爆发感光性癫痫的逆反应。所以我们白天晚上轮流出门，就这么搭档配合，侦破了数起案件。这1年里，他教我侦查，让我能上手基础的刑侦工作，也监督我的吃穿住行，让我们面对同一波同事，却从未暴露身份。我模仿他，扮演他，自以为重新认识了他，还从心里感激和钦佩他。但我怎么也想不到，陷害我的人就是他。要不是我阴差阳错发现了证据，至今还被他蒙在鼓里。是他把我的指纹留在了吴征灭门案现场，让我成了通缉犯，让我只能顶着他的名字躲躲藏藏。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陷害我，我只知道他骗了我。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着急吧，人都回来了。我看看他。红玉，回来了，没事吧？为什么在这交接？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的 DNA 跟我的相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把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来？为什么陷害我？是你心里有鬼，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啊，那行了，你们哥俩聊吧，我得先回趟酒吧，再出来着急，连门都没锁。你们聊啊。慢着点啊。哎。红玉，你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全虚全影出来的，用不着你担心，一根头发都没伤着。你太鲁莽了，你就不该把我换出来。别跑！别跑！站住！你根本就没跟市局那些人打过交道。陆正刚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你但凡说错一句话，哪怕说错一个字，都有可能铸成大错。如果因为这个事儿咱俩折进去，那不就等于让叶方舟背后的人得逞了吗？咱们还怎么继续查吴征的案子？还怎么还自己清白啊？你说没错，啊，我确实没跟市局的人打过交道，可我人就出来了。放心啊，我跟您不一样，我不会轻易出卖任何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你呢，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关公啊，我特别想问你一句：你相信过别人吗？任何人，也包括我。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人，而且还特别自负。你拉我当陪绑的就能脱险吗？啊？你以为你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你就能化险为夷啊？你真以为你凭一己之力，你就能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然后把幕后的黑手揪出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当你的关大队长？你做得到吗？你做到了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啊，人间蒸发，亡命天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不说我，刘英、崔红、高亚楠，还有周巡，你考虑过这些帮过我们的人的感受吗？你知道我怎么回来的吗？如果不是周巡帮我根本回不了这个家。他现在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小混混，他凭什么帮我？因为他完全信任你，他相信我们是被冤枉的。关洪峰，在你眼里，这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但还是要拼命帮我们的人，是不是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你这辈子相信过任何人吗？知道世局为什么要带你走吗？因为林佳音死了。他那么信任你，那么支持你，宁可暗无天日、刀口舔血的活着，也要完成你交给他的任务。可他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他被车撞死的时候你人在哪儿？你救得了他吗？你保护得了他吗？你是不是黑暗恐惧症又犯了？你还要借着这个理由逃避多久？你打算一辈子都不面对吗？你拉我当陪绑的就能脱险发生一样啊！继续当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操的我敢，要完成你交给他完全信任你，他相信我们是被冤枉的。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被车撞死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你做到了吗？你保护得了他吗？你这辈子相信过任何人吗？佳音是怎么死？我必须得去现场看一下。赶紧交接吧，把手机赶紧给我，给我。手机呢？赶紧交接，我得去看看。给我呀！什么手机呀？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现在还有独断专行资本吗？在你想清楚自己的问题之前，咱俩不再是合作的关系，不再有任何的交接和替换。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从现在开始，我既是关宏宇，也是关宏峰。
多少个出入口？4个。每个出入口多少个摄像头？一共5个。师傅，来人了。好像过去啊。关仔，这边。哎呀，老关来了，来，快点去。红宇都跟你交底了吧？啊，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条绳上蚂蚱，你跳我也跳。现场查怎么样？哎，海峰，来，过来，跟关队说说目前的情况。好嘞，关仔，初步看，死者好像是遭到行驶的地铁剐蹭，撞在隧道的墙壁上，导致头部或脏器内出血。据地铁运营公司的巡道工描述，尸体是昨天晚上在方桥地铁站东向西沿线大约170米的隧道处发现的。啊，如果要现在进行现场勘验的话，就必须把整个10号线都停下来。你怎么张嘴就来呢？啊，你把地铁停了，你知道得协调多少部门吗？这事儿市局都不见得办得了。这地铁几点停运？晚上11点。那停运以后加个班吧。啊，监控看了吗？能看出这人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被人推下去的？是这样，关队，这案发时间段正是这地铁高峰期，人流量巨大，目前还在筛查，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呢。周哥啊，哎，关老师，你看这个维修牌子把这个探头挡出了一个死角，这个人下去的位置很有可能就在这个监控死角里。那就先筛查其他的探头啊，把这人找出来再说。不是，那个老关，这可是全京港最大的一个地铁站了啊！这里面光探头有18个，而且每天这客流量非常大啊！这一个一个查，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去？加派人手啊，彻夜筛查呀！只要能看出这人他不是他杀了，离破案就不远。行，你们俩召集人手查监控。啊什么啊？快去！哎，所有人去监控室。那我就……哎，你等会儿。一来这儿，我想起2年前那案子，也是在这儿，是不是？情况差不多。我还跟西关那边借了10多号人，30多号人是吧？盯了3天3夜，愣是没找着。最后你是怎么发现来着？哎呀，我先看看那个监控的事儿吧。看什么看？啊！不是我在车里跟你说那么多，是不是都白说了？看你。废话！我告诉你，你知道关洪峰之所以是关洪峰重要性是什么吗？就是在我们没有思路的时候，他能开拓我们思路，能给我们新的方向和新的想法。我告诉你啊，放心，我哥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哎，那什么，尸体不都拉回队里去了吗？啊，回去看看情况吧。先让他们筛查。我拜托你事怎么样？楼顶天台见。好。连佳音的尸检报告和现场勘验记录我看过了，验尸显示我没有看过第一手材料，你跟我复述也没什么意义，直接告诉我你的推论就行。都到这个地步了，咱俩之间用不着客套。林佳音是怎么死的？监控显示，林佳音与海大门所驾驶的车辆遭到过2辆车的追踪。他们是在东湖路主干道将林佳音的车逼停，致使他被迫弃车，逃入路回头胡同。我认为，在他进入路回头胡同，逃往刑侦总队附近期间，与追击者发生过多次打斗。
因为他的身上除了车辆撞击造成的致命伤害外，还有多处防卫伤。其中几处严重的伤口显示，他曾遭到过对手的持械攻击。这类凶器很少见，我判断是一根钢线。一根钢线。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你还是早做打算。保重。慢用啊。受伤了，可不太适合喝酒啊。应该不会留疤吧？还好不在脸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法医叫高俊然啊，据说智商有149，刚刚我跟他照了一面，属于那种情商低、无节操、无组织、无纪律的那种啊，所以一会儿你千万不要分析案情啊，别露怯。智商这玩意儿，就是我没测，我要测，说不定也是个小天才。哎呦嚯，天才！那我这案子就治你。什么意思啊？你这都啊，媳妇儿的味道。我去，你这现在是他妈想媳妇儿的时候。给我认真点。老高，关队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高俊然，久仰大名。行，知道了啊，赶紧说正事儿。尸检结果怎么样？关队。死者第一次遭受外力冲击导致肋骨骨折，然后在第二次碰撞当中呢，扎破了自己左侧的肺上叶以及心包，符合被地铁车厢门剐蹭然后撞到墙上的推断，但是我们无法判断是自己剐蹭到车厢门，还是受到外力冲击导致。至于他的颈椎轻度错位以及枕骨骨裂导致颅内出现血肿，则是诱发他第一次生命体征停止乃至被误判为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同样无法判断是否有人为加害。我看这上面说他左手这俩划痕是怎么弄的？根据伤口的深浅以及形状来看，应该是被玻璃制品划伤的。这120发现他坠落的地方是蓝鲸岛东侧的山坡脚下，典型的户外开放性场所。为什么不先查那儿？设计师不搞错了？可死者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隧道里啊。按照现场处置原则，不管是不是他杀，那里都是第一现场。关老师。被害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呢？我看一下。在这儿，死者第一次和第二次所穿的衣物都在这儿。哎呦，小高，你说这人死的太蹊跷了。不管他是怎么从蓝鲸岛的山坡上滚下来的，他在冷藏柜里面自己爬出来，穿上衣服走了。这肯定有事儿啊！哎，老关，隔2天之后又死在地铁隧道里。如果说这2件事没有联系，我是不信啊。关老师，
这套衣服是死者第一次被120送来的时候身上穿的，但估计是苏醒之后他自己没有找到，所以就偷了一件白大褂给穿上了。不过更蹊跷的是，他身上只有零钱，既没有身份证、信用卡这些，也没有驾照、车钥匙，再加上他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10号线，所以我们推断，他应该乘坐的是公共交通。这个人有辆车，有2双鞋，右脚的鞋跟磨损程度，还有这脚面的折损来看，他经常开车。南京岛这么远又不好打车，3蹦子都不去的地方，他估计是自己开车去的。但可是关老师，我觉得这不能明白关老师的意思呢。一个人出门不带钱包，那家里门钥匙也不带吗？手机也不带。就算他第一次跌落下来的时候，那东西被人拿走了，或者在跌落过程当中遗失了，那第2次呢？在地铁站里面这些随身物品也不带。哦，周哥，你的意思是他把东西放车上了？对，他把手包放车上。手包？手包，看见没有？这2件衣服左胸部和肋部都有磨损，一看这个人就习惯加个手包。有车，还西装革履的，手里夹个包，应该是一个挺大的老板呀。大老板的手包都有秘书和司机帮着拿的，用不着自己费劲。小周，我问问你啊，这穿几千块钱的皮鞋，这2件一模一样的西装，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2双皮鞋是他自己买的，这2件衣服是工作制服。一名30多岁的男性，非体力劳动者，习惯加个手包，穿几千块钱的皮鞋，但不是商人。廉价的西装，可是有车，这会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了，关老师，国企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几率比较大。可他明明有车，为什么还要挤地铁呢？那得找到他的车和手包，确定了他的身份之后再说。啊，这赶紧干活去吧。干什么活？不找车和手包啊？去哪儿找啊？找人去蓝鲸岛现场看看那附近有没有他的车。不是你脑子真的进水了是吗？再去枫桥地铁站，从那儿开始沿线往东，所有站外面的那个停车场、过夜车挨个查。过夜车？对啊，如果他是开车去的地铁站，说不准这辆车就在某个地铁的某个停车场。枫桥站往东一共跨了好几个区，沿途一共有15个站，车的型号我们不清楚，这么找不是大海捞针吗？大海捞针也得找，那干的不就这活吗？走啊！关队，您刚才分析死者可能有一辆车，以及对他身份属性的推断，虽然言之有物，但是像这种基础性的推断，是不是警校在校生也可以信手拈来的？姚四九，你干嘛啊？这里来干嘛来了？捣蛋来了是吗？别那么大火气啊！小哥，你说的没错，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基础的推断，就好比老周、小周，包括你我，都是从基础在校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谓天才，不过就是大脑系统给开了个小外挂，用好了呢就事半功倍，没用好就是自欺欺人、偷奸耍滑。你自己想想，你赖以生存的这些技能，哪个不是从基础2个字一点点的开始的？你说的对，关队，我会好好反思，虚心改正。没有客气，走吧。小周，你说关队刚才把死者说成被害人，是在故意考验我吗？怎么了？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是不是让你别分析案情？你怎么就忍不住呢？哦，案情未定性之前你就说被害人，我告诉你，完蛋了，那小子肯定盯上你了。这一受虐狂，
挨一顿上档次的臭骂就老实了。哦，你以为你在那儿啪你就混过去了啊？但是你抢什么笔记本呢你啊？我不给你都不行，生拽你的呢。现在是不是只纹6个人家的都不知道啊？真的，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电视剧都活不过3集。谁告诉你的？没看过《白夜追凶》？这那什么《白夜追凶》？我告诉你，真的，要不是因为天快黑了，我非拿枪顶着你，把你给我换回来。受伤了，可不太适合喝酒啊。应该不会留疤吧？还好不在脸上。不用管它，再美的曲调也比不上人体发出的声音。就像现在，能听到吗？怎么还没把桌子摆好？这都几点了？订桌的客人马上就到。屋内的灯箱怎么也不开呀？白老官，现场既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发现。好，咱们对面说吧，我到了。啊，关队，关那个人也没有什么印象。关队，段老师，老周在那边。嗯。怎么样？不怎么样。这都超过24小时了，没人报案吗？目前咱们辖区没有人报案，死者有可能是居住在别的辖区。等天亮了吧？天亮我给市局打个电话问问。南京岛那边有什么进展？南京岛那边除了发现了车轱辘压过的痕迹之外，目前还没有任何别的发现。那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岭，不比城市。我叫他们先把现场保护好，我又调了几个人过去继续勘查。关队、周队，刚刚找到一张地铁票，上面发现残留的指纹跟死者的指纹比对上了。哪儿呢？能不能查着这票上的信息？高哥已经在查了。查到了，这是一张短途单程票，收出站就是这一站，刷卡进站时间是20点59分。那可太好了，只要查芳桥站周边就好了。这人用的是单程地铁票，而不是公交一卡通。说他平时开车极少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那赶紧的吧。我带人上去查一下周边的这个停车场，你带人继续筛查监控啊！别，老关，我觉得你眼神比我好，脑子也比我清楚。你们仨去查监控，找人；我和小周去停车场去查车，好不好？
完美，就这样，小周，我们走，你们俩别愣着了，快点啊！哎，分班都注意，所有人都撤到方田地铁站来啊！查一查周边3个收费停车场啊，还有划线的车位啊，以及周边所有那个小区里面的过夜车。合合胃口，我再给你调一杯。哎，海斌，你说那个是在海丰桥哪儿来着？海丰桥桥东200米，门口不太好停车。这不是要喝酒吗？都没开车。东风所的兄弟开车给我带过来，马上就到了啊。告诉你那帮兄弟，既然不是在岗时间，就别穿制服，省得有人拿你们喝酒当新闻报。好嘞，放心。恐怕我们都得快点了。今天扫兴了，这次算我的，下次再问你怎么。所有过夜车辆都要好好排查。帮我看看这个黑色 SUV 几点到的？这个应该是上午10点多到的。哎呀，那边好像还有个白车吧？那这辆呢？我查查。停一下。这不就是那死者吗？顺着这个点往下查，看看他从进了这个地铁以后，一直到死在隧道里，中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个8723查一下。港 DR 8272。带我去那边再看看。不是，这还有其他角度都没有？我们再看看吧。要不要
儿吃点早饭。啊？不去了，困死了。那行，那抓紧时间赶紧睡一会儿去吧。啊。好。有事电话吧。啊好。走了。啊，慢点啊。这边关队。哎。哎，老关，你那边查怎么样？过夜车辆全都查了啊，没有。不是，来一个这个。好嘞。要我说呀，你给你哥打个电话，问问他，看看他那儿有什么建议。那没得说，我先挂了啊。不是，就你那档子事儿，是不是你哥设计的你？那还没坐实呢，对吗？咱抛开这个不讲，咱就说查案子，你哥经验比你多了吧？他经手多少案子？说句不好听的，你啊，现在说什么都不好听。怎么着？离开我哥，你们还破不了案了？行，我不说了，行吗？兄弟，我跟你讲啊，我也不容易，啊，我自己的这摊子事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市局到现在还都没给消息呢。哎，行，不跟你扯了，挂了啊。哎，好嘞，一共10块啊。嗯，谢谢啊。这拖车每天早上都来吗？啊，您说这事儿啊，待会儿是高峰期呀，这全是人，这地铁周边的违停车呀，全都堵满了。这7点前呀，这个交警啊就会来把他们都拖走，每天都这样。现在这些人啊，都有侥幸心理，以为没有监控就拍不着他们。对呀。哎，周局。如果死者头天真的是开车来的地铁，而且停的是违停的地方的话，我看这地铁早高峰，交警都是把违停车拉走啊。那他这车会不会就在咱们辖区那交警支队的停车场呢？行，你小子可以啊，不愧是老关的亲弟弟啊，有点他的风范，至少有他的1/10。你还想听什么？我再夸你2句啊！哎，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查吧啊！前天晚上送到太平间的尸体，现在已经查明是京港车辆质量检测中心信息工程部副经理高磊，34岁，已婚，有个3岁的孩子，京港人，住在西关区金阁路明光胡同。他人前天晚上才和高磊单位联络，确认其下落不明后，向天福街派出所报了案。结合西关那边提供的信息，高磊失踪当天驾驶一辆他名下的白色日产越野车去单位上的班。据单位的同事反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月20号晚上7点半左右，在单位停车场看见他拿手机打着电话。当天晚上地铁停运后，方桥地铁站附近的巡道工在0点前后发现了他的尸体。经法医确定，死亡时间是当晚的21点至22点。事发当晚，高磊驾驶他这辆越野车去了方桥地铁站，把车停靠在了地铁站附近的路边，车辆属于违章停车。通过协调，辖区交警支队已经找到高磊所驾驶的那辆越野车。前场车的记录显示，他的车是在次日的凌晨4点54分被拖走的。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车钥匙，所以只能拜托交警支队把他的车拖来咱们队。高磊进了地铁站之后，花了2块钱买了一张地铁票，是最低金额的短程票。再加上他把车临时停在了地铁站的附近，那么应该是有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真的想坐地铁，另一种呢，他只是为了进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蹊跷的情况，就是高磊在遇害的前2天，曾被120以死者的身份送到了太平间。120发现他的地方呢，在蓝鲸岛东侧的山脚下，时间是晚上的21点39分，22点左右送到了太平间，而22点16分。他在冷冻柜的停尸台上醒了过来。高，监控那边。通过调取太平间当时的监控，不用从头来了，刚才不都已经说过了，也都放过了。现在确认一下，在这个太平间冰柜里自己爬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高磊，可以确定吧？可
可以。出来之后，随便在太平间找了件衣服穿上之后，就从门口就自己就这么溜出去了，这也可以确定吧？是。那就别在这儿绕了，往下进行查吧。小关，看看怎么个查法。哦，技术队那边想办法把他车弄开，啊，他随身的包很可能在车里面，然后再看看他车里面有没有 GPS， 有的话把他的行车记录全都调出来。外勤探组去他的单位和他的家，查查他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留在地铁站调度中心查监控的那些人还留那儿接着查，重点查一查和高磊接触过那个可疑的人。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他从假死到真死之间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师弟，完了，完了，完了，行动吧。嗯，好，周群，你来一下。哎。监控这边还得你去盯，是吧？那昨晚上你盯了一宿，你最了解情况，别人弄不了这事儿，是你，你得辛苦辛苦啊！瞪大眼睛，最后就哆嗦了。哎呀，辛苦了啊！哎，书记，怎么了？啊？周全啊，市局这个正式的人事任命下来了啊，任命你副支队长。说是这个支队长的人选，到岗之前我还得在这儿继续给你们当这橡皮图章。说实话，这个事儿我觉得，哎，没事儿，真的，您把，我对这事儿可无所谓，真的。这有什么了啊？再说我这今儿就是这不挺好的吗？我这性格你了解的，啊。再说了，老关那档子事儿，没少给您添麻烦。哎，这事儿说了，哎，都是为了工作，对吧？你说人家有问题，叫去调查，人查完了，没事儿，是啊，对不对？过去的事儿都是为了工作，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哎，眼下当务之急。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尽快把这个案子结了啊！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有人已经耐不住性子，要对你们下手了。此人手上有伤，左边袖口里藏有东西，应该是某种武器。除此之外，我查看了他拿过的酒杯，没留下任何指纹。那个酒吧开在街面上，确实容易暴露。我建议，还是先关一段时间。走了。喂，哪位？喂，周迅，
不能再等了，我得尽快回支队。啊。关队。 嚯，够乱的啊！什么情况？哎呀，说咱们单位够实际的，这降个万职，这屋小了一大半。哎呀，困死我了！我说你哪来那么多精神，哐哐在这跑步啊？ 要不你给我收拾收拾啊！看看你那个样子啊！你说，要不是你哥啊，你这体力怎么比我还差呢？想当初你抱摔我、啐我的时候，你看你那精气神，那生龙活虎的，那劲头子呢？啊！别跟我废话，那你去查一下监控试试啊！坐那儿整宿的不能睡觉，谁受得了？ 话说回来了，你是不是故意收拾我呢？想把我跟敖英似的熬废了，到时候换我哥回来替你破案来？我可没有啊！我不是你哥，没人有那么多800个心眼儿。哎，再说了，要一个一个查监控的，是不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我看我还是把我哥换回来吧。 要死你有格局啊！哎，我没格局，赶紧的干活。最后一次离开家是在什么时候？你还有没有印象？20号一早我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门了，说是公司要开会，所以早点去。据我们走访调查得知，高磊的社会关系还是挺简单的。他的爱人石玲在金港市第5中学担任教师，目前他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叫高雨欣。他们夫妻2人呢，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家境也很殷实。他还有个亲弟弟叫高栋，比他小3岁，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直接去美国读了博士。毕业后回国工作不到1年，又返回美国去了。 办的是工作签证，目前我们在尝试与他进行联系。啊，高磊单位什么情况？据高磊同事讲啊，高磊在单位人缘很好，有求必应，定点上下班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他每个月都是满勤。但是，官人，你看这个，在我们调查中呢，发现最近还有一个人无故缺勤，名叫张亚红。 他最后一次在岗的时间是2月18号，也就是高磊假死那天。而且这个张亚红是高磊弟弟高栋的未婚妻。未婚妻？对，他在这个金港车检已经工作3年了，是财务部的一个出纳啊，普通家庭，28岁。这人呢？目前还没找到，他家属已经报了失踪。报了失踪。关队，您看一下这个，这是在他后备箱里发现的。
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他的一些个人物品，包括钱包、手包、手机，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但就是没有找到车钥匙。本人高磊自愿将名下所有的月亮湾小区 C 排4栋的部分别墅产权赠与张亚红，以期解决他和五弟高栋婚后的居住问题。别墅怎么回事？哦，我们从房管中心了解到，这套房子是高栋和高磊的父母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产权信息也是登记的兄弟二人共同拥有。不对呀，高磊的爱人说，高磊一直特别反对张亚红和高栋的婚事，因为高栋患有霍奇金淋巴瘤，这应该是一种癌症。所以高磊认为张亚红明知道他有这样的病情，还要执意和他结婚，就是在意图谋取他们高家的财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磊怎么可能自愿将房子的产权赠与给他呢？这就对了。刚才听大家描述这个高磊呢，我估计这高磊肯定有什么把柄在这个张亚红手里边，所以才被迫签的这个财产转让的这个协议啊。张亚红，财务出身，肯定是精于算计，但家境是一般的，估计没满足这一半的房产，所以对这个高磊啊，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高磊无法满足，然后两个人就相约蓝鲸岛商谈这个事儿，可能是发生了争执，又意外出现了这个高磊，坠崖假死这个事儿。高磊醒过来以后呢，肯定是不希望同事和家人知道啊，也怕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所以就从这个太平间里偷偷的溜走了，也没敢声张啊。然后再次回到了蓝鲸岛，把车开走，第二天正常上班。那张亚红肯定是以为高磊死了，所以为了免受牵连，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后来他发现这个高磊没死呢，就要挟和高磊在芳桥地铁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监控那个盲区，跟高磊接触那个人应该就是张亚红。可能两个人再次发生了争执，还是没谈拢。张亚红和高栋结婚，是为了夺取他那套别墅的另一半产权。你想啊，月亮湾上千万的别墅，这张亚红几辈子也穿不来啊。那结个婚熬几年，这事儿对他来说其实非常值得。是，所以张亚红这个人现在是一个重点。这样，小周，你的带人去他的单位和家里多了解一些细节啊。小王，高栋就交给你了，至少要查出来他是在京港还是在美国。好。关老师，去他单位可以，可他家并不在我们辖区呀。哦，对，是这样啊。张亚红的家呢住在向阳区，他是在向阳报的失踪。向阳那边呢不愿意把案子叫过来，说要按流程走。不过我已经向那个市局递了报告了，但得需要点时间。要不这样，你亲自去一趟，你去面子大呀啊，把那个失踪那个资料赶紧交接过来。只要找着张亚红这个人，这案子离破就不远了。行，那大家先忙去吧，好不好？啊。我也忙去了。王，门帮我带上。哦。怎么了？哎呀，我跟你说，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但你哥了解。别，你别走。反正该分析的我都帮你分析完了。啊，是。我要不着急，你自己看着办。我走。别，你干嘛去啊你？我总得睡一觉啊。到这会儿了，你还有心情睡觉吗？我都累成什么样了啊！你咋都跟你似的，不吃不喝不拉不睡的，疯了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梦里能破案吗？你快点回来啊！